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所谓常走夜路，难免撞鬼。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案例近在眼前。两个年轻人把 YouTube 这个大平台给骗了，他们玩了一招空手套白狼，骗了油管2300万美元。最近这俩人达成了认罪协议，被判刑70个月，而且呢，他们也公开了自己的行骗细节。其实他们的手段并不高明，能成功主要靠着一个原因，那就是够无耻。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美国凤凰城西区一个叫 Jose 的年轻人招摇过市，他开着一辆荧光绿色的兰博基尼 Aventador， 配备了蝴蝶门和全皮内饰。这辆超跑的价格至少是40万美金起。当然了，贵有贵的道理，这辆花里胡哨的豪车就是 Jose 的跟踪器。这车停在哪儿，大家就知道 Jose 在哪里。不过那些认识他的人对他去了哪个夜店或者哪家高级餐厅并不感兴趣，他们更想知道这个 Jose 到底是怎么做到一夜暴富，从一个普通的音乐小子摇身一变成了兰博基尼车主级别的富翁的。扒一扒 Jose 的家底呢，他也不是什么家里有矿的富二代，一直以来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音乐制作人，在本地开了一家名为 Digit Log 的小录音室。单凭这点生意规模是绝对买不起兰博基尼的。难道他中了彩票头奖？但如果是中了彩票，怎么连他的合伙人也跟着一夜暴富了呢？即使是关系再好，也没见过中大奖分一半的吧？那如果是天降大奖，夫妻没准都能变成仇人，更别说是合伙人了。Jose 的这位合伙人 Webster 是一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同样没有家族财富的积累，更没有什么惊世之才，但是居然也开上了兰博基尼超跑，只不过颜色相对低调一点，是灰色。虽然车的颜色低调，但他在穿着打扮上可一点都不低调，经常戴着一条当红珠宝设计师设计的钻石项链，简直是隔着老远就能闪瞎人眼啊！同行里头非常成功的音乐人都没能过上这样的奢侈生活，他俩到底是凭啥呢？这般炫富自然引来了同行们羡慕嫉妒恨和各种风言风语。由于凤凰城是美国贩毒活动的主要聚集地，大家猜他俩一定是明面上开着录音室，暗地里做起了毒品生意。一定是这么回事，不然太不科学了，老天不长眼啊！2021年11月，这俩人的财富密码终于被揭晓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不是贩毒，而是诈骗。美国国税局称，从2017年起，两人运作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 YouTube 音乐版税骗局。他们恶意主张拉美艺人的音乐版权所有权，总共超过5万多首，在近5年时间里，收到 YouTube 平台支付的2346万美金的版税。为此2021年他们被指控犯有30项串谋、电信欺诈、洗钱和严重身份盗窃罪。今年4月21日，两人接受了一项认罪协议，只承认了一项电信欺诈和串谋的罪名，但作为条件，两人必须向法庭公开他们诈骗的关键细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Jose 和 Webster 这俩人的诈骗手段在这儿呢，先给大家补充一点关于 YouTube 的背景知识。YouTube 呢，在2007年创建了一个版权内容管理系统，叫做 Content ID。音乐人呢，在把自己的音乐上传到 YouTube 以后呢，可以进入到这个 Content ID 里面，主张音乐的版权，成为版权人。然后呢，每当有人播放这段音乐时，版权人就会收到 YouTube 平台的付款。打个比方当某一个 UP 主呢，在 YouTube 平台上传一段视频或者音乐以后， YouTube 会先扫描这段视频的内容，然后呢，根据版权系统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如果发现这段内容里头含有其他版权人的音乐时候，系统会明察秋毫，通知版权的所有者，让人家原创者选择是将其禁播、跟踪还是创收。而实际上呢，大部分版权人都会将创收的设置作为默认选项，这样子就能够得到被搬运的视频或者音乐的广告收入了。YouTube 平台创建 Content ID 系统的初衷本来是为了鼓励原创，维护版权人的权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想要使用 Content ID 是有一定门槛的。版权人不仅需要符合特定条件，并且需要证明拥有影音素材的专属权利，过程很繁琐。很多艺术家和他们的团队，尤其是不成熟的小型团队，要么因为不具备这个条件而放弃了，要么是尝试过后没办法使用 Content ID，
导致YouTube 平台上有不少未经过版权主张的音乐，而这就让一些人看到了可乘之机，继而冒充这些版权人，对他们的音乐进行恶意的版权主张。其实呢，这也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诈骗方式了，这种情况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之前那些版权骗子一般都只敢冒领一些不太出名的音乐，这种音乐赚钱虽然少点，但也相对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而这个 Jose 和 Webster 的胃口可大太多了，他们呢直接偷走了 Daddy Yankee 等著名音乐人的歌曲版权。你问我 Daddy Yankee 是谁？硬要类比的话，在拉美歌坛他的地位大概相当于华语歌坛里的周杰伦吧。就算你听不懂西班牙语，也一定听过他的歌，比如 Despacito、Dula、Gasolina 这种爆火的神曲。这些歌呢，在 YouTube 上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播放量。Jose 这俩人连 Daddy Yankee 的版权都敢偷，简直是胆大包天。但实际上呢，这些艺人压根不知道自己的音乐版税已经被人给偷走了。比如波多黎各的歌手 Anuel， 一直到 Jose 和 Webster 达成认罪协议了，他的团队都不知道自家的歌手被人偷了高地了。他们还是在接到媒体采访邀约的时候才听说了这件事。那你说说，连这种知名度的歌手都不知道，更何况小型团队和不太知名的音乐人呢？至于一首歌能给 Jose 二人带来多少的收入，这其实取决于每个作品的播放量。举个例子他们盗领过歌曲 Me Llamas 的版税，这首歌在 YouTube 上就有7亿多的播放量，单是这一首歌就为他们两个人带来了10万多美金的收入看到这儿呢，有小伙伴要问了，你之前不是说过进入 Content ID 非常困难吗？需要各种资质和身份证明，那他们俩是怎么进去的呢？这里需要提到另外一家名为 AdRev 的公司，以下呢简称 AR。一般一首歌通常有好几位版权人，不同的实体可以拥有音乐的每个部分的版权。比如说作为歌词的作者可以拥有歌词的版权，而唱片公司呢可以拥有主录音版权。尤其是现代歌曲，作曲作词的可能就好几个人，所以歌曲所有权和版税的划分通常很困难。所以AR 这样的第三方版权管理公司就应运而生。他们专门服务那些不想耗费时间精力在版权划分和监管上的艺人。而像 AR 这类的版权管理公司呢，它和 YouTube 平台是有合作关系的，所以他们就能够进入到这个 Content ID 系统。2017年春天 Jose 和 Webster 创建的公司 MediaMove 与 AR 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中MediaMove 保证他对该公司的音乐拥有有效且充分的版权。而根据协议呢， AR 将帮助 MediaMove 管理其公司音乐的版权主张。就这样这个骗局就此开始了。同年5月 AR 开始为 MediaMove 申请版税，3个月以后 MediaMove 向 AR 发送了3份合同，证明 MediaMove 管理着上万首拉美音乐的母带录音版权和作品，其中呢就包括了歌手 Daddy Yankee、Julio Iglesias、Anuel 等诸多著名的拉美艺人的作品。当然了，这些合同全部都是 Jose 和 Webster 伪造的。在接到这些合同以后呢，时任 AR 总裁的 Becker 和运营副总监 Andrew 却立即向 YouTube 申请对 MediaMove 公司所有的音乐进行批量自动确认。因为对 AR 来说，分别输入上万首歌曲的信息太麻烦了。再后来时间久了AR 直接把这个 Content ID 的访问权就分享给了这个大客户。Jose 二人得到了访问权以后变得是更加大胆，直接雇了5名员工。那这些人呢，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使用一个叫做 Heartbeat 的软件，在全网搜寻那些没有版权或者呢有版权但是免费播放的拉美音乐。一旦找到这类音乐呢，员工就会把这些歌曲以 MP3 的形式下载下来，他们2人再以公司的名义上传到 YouTube 平台，最后进入 Content ID 主张版权。而且与其他版权骗子相比Jose 和 Webster 是贪心得多。一般的版权骗子会主张出版版权，而他们俩主张的是母带版权。这是一种原本就参与了原创歌曲录制过程的人才能主张的版权。这个母带版权呢，简单点说，就是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公开使用的一首歌，其母带版权所有者就会100%获得其报酬。2019年的时候Taylor Swift 就曾经因为母带版权与前公司 Big Machine 陷入了纠纷。Taylor 虽然亲自创作了歌曲，
但是呢，它只有音乐的著作权，6张专辑的母带版权全部归 Big Machine 所有。而 Big Machine 呢，在2019年被美国音乐经纪人 Scooter 悄悄收购了，因此啊 ，Taylor 的6张专辑母带版权也就归了 Scooter。但是当年呢，因为金卡戴珊电话录音门的事件 ，Scooter 联合了 Kanye 与 Taylor 闹的是轰动一时。为了不让仇人躺着赚自己的作品， Taylor 不得不选择重新录制了全部6首专辑，打造了全新的母带。这其中啊，就包括大家都知道的 Fearless、Red、1989这种大热的歌曲。连 Taylor Swift 这种级别的歌手都必须重新录制母带才能绕过这个坎儿，那就更别提小公司小艺人了。母带版权被他人恶意主张的打击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而 Jose 和 Webster 这2个骗子竟然恶意主张了5万多首拉美音乐的母带版权，不知道这会给多少拉美音乐人带来怎样的伤害。说句实话呀，这样的手段连高智商犯罪都算不上，就是仗着自己有点专业知识，利用 YouTube 平台的漏洞剥削自己族裔的歌手和音乐人罢了。在这些诈骗细节被公开以后啊，整个业界都为这2个人的无耻程度而深感震惊。那么大家好奇了，这2个骗子到底是怎么露馅的，又是怎么被抓到的呢？其实啊，5万多首歌不可能每首歌都没有版权主张嘛。很快呢，另一家音乐版权代理公司的员工 Gabriel 发现了问题。他发现这个 AR 帮 Media Move 版权主张的一首歌呢，其实属于他的客户。刚一开始啊 ，Gabriel 压根没想到这是恶意的，因为 YouTube 的数据库呢，经常发生错误合并的事情，就是2首歌曲由于同名，其原数据被系统错误的归纳在一起了。Gabriel 联系了 AR 公司，说明了情况 ，AR 呢也及时纠正了错误，把属于 Gabriel 客户的版权税归还给了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Gabriel 发现越来越多的此类错误，他的客户近100首歌的版权都被这个 Media Move 主张了。他越来越怀疑这家公司有问题啊，怎么看怎么都像李鬼。于是啊，他开始对 Media Move 进行调查。他发现这个公司的网站粗制滥造，根本就不像个正规公司该有的样子。其次呢，他不停地拨打这家公司在 Facebook 上显示的联系电话，结果发现压根儿就打不通。2017年12月，在一次又一次的发现自己客户的版权被这个 Media Move 主张以后啊， Gabriel 向 AR 的高层发邮件询问 Media Move 怎么会错误主张这么多首歌的版权呢？当时 AR 的总裁 Becker 回复称啊 ，Media Move 不是故意的，很有可能是原数据不准或者存在误会。说来说去，就是人家是无心之失。而这次联络仅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 Gabriel 又再次发现有5首属于自己客户的歌曲啊，又被这个 Media Move 主张了版权。这次他可不客气了，直接发邮件质问 AR 公司：哎，你们公司到底有没有要求他提供歌曲的所有权证明呢？从目前我观察到的情况看，他们压根就没有这些歌曲的版权。而这次啊 ，Gabriel 收到了副总裁的回信，在信中呢，他一再表示 Media Move 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保证再也不会发生此类的事情了。随后 AR 纠正了错误。但是这件事呢，依然让 Gabriel 非常困惑。随着深入调查 Media Move 这家公司，他发现不少其他公司的客户也被他们冒领过版税，受害者相当多。这么多人辛辛苦苦的工作成果被人窃取，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于是呢，他写信给 YouTube， 但是在收到 YouTube 表示会展开调查的邮件后，就杳无音信了。但是在2018年呢 ，Twitter 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匿名举报者，他在账户上发布了非常多 Jose 和 Webster 的照片和信息，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每天都在这个账户上更新。这个匿名用户到底是 Gabriel 还是某个替天行道的同行音乐人，咱们不得而知。总之呢，他会在每一封帖子下面都艾特凤凰城当地的新闻机构，还有美国国税局。终于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位匿名用户的努力有了成效。2019年8月，美国国税局开始调查 Media Move， 他们发现啊，在2017到2019年期间 ，Jose 和 Webster 涉嫌盗用他人身份开办了9个银行账户。其中4个用于从 AR 公司收款，5个用来转移这些款项。不过这些钱无论转了几圈，最终还是回到了他们俩的口袋。最终啊，他们2人由于涉嫌洗钱、电信诈骗和严重身份盗窃，在2021年被提起了诉讼。2023年4月 ，Jose 被判入狱70个月。Webster 作为联合创始人也接受了认罪协议，
但具体的刑期呢，还要等到8月中旬才会宣布。但是从2017年至2021年期间，俩人一直过着灯红酒绿、挥霍无度的生活，骗来的2300万美金的版税也基本上被他们挥霍一空。根据法庭文件在抓到2个人的时候，没收的财产包括房产、汽车和现金加一起，只剩下大约200万美金了。也就是说，诈骗金额的绝大部分都被他们给败光了。受害者想要拿回他们音乐的版税，也成为了泡影。有小伙伴看到这里会问难道说 AR 公司就没有问题吗？根据粗略的估算AR 公司在这4年里从 MediaMove 那儿收到了大约230万美金的服务费。这个 AR 公司到底知不知道 Jose 二人提供的所有材料都是假的？这点咱们无从考证，因为对 AR 公司的调查呢还在进行时，截止目前这家公司还没有受到任何的指控。不过有意思的是，在 Jose 和 Webster 被提起诉讼后的1个月内， AR 的总裁 Becker 就离开了 CEO 的职位，在 LinkedIn 上的职位呢也变成了 AR 公司的战略顾问。2000多万美金，入狱不到6年，是不是有点太便宜这俩人了？不用多想，出狱之后呢，他们2个很可能会继续操起老本行。其实就算不是他们还会有其他的版权骗子冒出来。最终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源头还是要 YouTube 能尽快修复自身的 bug， 让创建 Content ID 的初衷能够得以实现。感谢收看 MR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